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月30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月2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62.43，收盘价是177.90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到达了180.68。最低价是在161.17，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赋值是达到了19个点。那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3.060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3 倍，是抱有非常大的成交量。KD 值我们会看到开口变小，双线是继续上行。那这样的信息啊，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。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个快线的方向啊，向水平方向发生转折，开口变小。那目前开口变小呢，我们不认为是上行走势在减弱，而是目前的 KD 值啊已经出现了钝化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MACD， 开口增大，双线是继续上行。那我们会看到快线已经上穿了零轴，并且呢，在零轴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向多头趋势转变的动能啊在增强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月2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呢，是一根实体长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那它所在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。那在当日又抱有非常大的成交量。那这样一根实体长绿 K 线啊，它是一根上攻的信号 K 线，也就是说，日后股价会继续上攻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月2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呢，股价会出现一个小幅的上涨，收盘价会在164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给出了两个方向。一个方向就是说股价会出现强势上涨，那收盘价在171。那它的条件就是在当日股价最低价不能够低于161。另外一个可能呢，股价有可能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在153附近。对，那它的条件是当日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60的。那实际在1月27日收盘价是在177.90，我们会看到它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。那我们预测的强势上涨啊，与实际的股价的走势啊是完全相同的，只是点位有差别。那我们刚才从 K 线信息解读也提到了，出现这样一根实体长红 K 线，在上涨的行进中，又抱有非常大的成交量，那通常股价会继续上攻。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股价上行。那对于1月30日股价继续上行的目标，我们会看到将会是200关口。对，那我们说这个股价在1月27日啊，我们会看到已经站上了161，也就是之前我们视频提到的161是股价上行的目标。那在161这个地方啊，很容易遇压而会出现转折向下或者回档。那一旦股价站上了这个第一个目标，那接下来一定是要向第二个目标冲击。对，那第二个目标也就是目前我们说的这个200关口。那对于1月30日来说，它的目标
就是200关口。那我们说，如果能够股价日后站上200关口啊，那目前的股价将会建立多头趋势。现在的这个多头趋势啊，只是从 K 线上来说是一个短期的多头。比如说，例如1月27日对于1月26日，这就是一个头高底高的短期多头。那如果日后股价能够站上200关口呢，我们说将会建立一个长期的多头趋势，也就是说出现了头高，然后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底，我们等待突破200之后回档，如果不低于101再上涨，那就会建立底高头高。所以我们说，日后股价如果能够站上200关口呢，那我们说股价将会建立多头趋势。好，那一旦建立了这样一个多头趋势，接下来向上的目标，我们还要找到一个点，就是2022年11月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237附近，我们加一条水平线。好，我们变换一下颜色。然后我们把第一个目标200关口现在应该变成一个观察线的颜色了。好的，好，那我们说股价上行的2个目标就是200关口和237。当然，我们如果继续延伸说能够站上237呢，那我们会看到股价将会挑战3号趋势线。对，3号趋势线，我们来补充说明一下，是由2022年4月5日和2022年9月20日2个高点建立的一个头低的下行趋势。也就是股价日后如果还能站上237呢，它将会就是接下来的目标就是突破这个3号下行趋势线。好，那我们等股价站上200关口之后呢，我们再来讨论。好，这是股价的上行。那我们说，股价目前对于1月30日如果要完成200关口这个目标啊，在这个期间还有一个压力位，就是在182。182我们会看到是12月9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那182对于这个点啊，它是一个压力，但是呢，它不是强压力，也就是说，股价有可能会在182，或者这个1月27日这根 K 线的最高180，也就是股价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啊进行一个横盘，然后呢再向上突破。所以这个182这个点啊，并不会使股价遇压而折返向下，而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会出现横盘，然后再上攻。那目前股价能够以这样的涨势，然后呢站上161这样的目标呢，之后我们说，股价在后续至少会有新高的出现。那有新高的出现呢，那一定会测试200关口。对，但是我们在这里想强调一下，并不是股价能够达到200，有可能比如说达到191以上，对，然后而出现折返向下，所以我们说它会测试200关口。好，那测试200关口一定是现在多头的目标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说股价如果到达200关口啊，第一个目标如果不能突破，我们说股价将有可能会出现遇压而出现回档。我们说的是回档，不是下行。对，那回档之后，我们要依据日后出现的 K 线再来分析是否会下行。所以在股价上行的时候，目前我们特别关注的就是200关口了。对于上行，好，这是股价的上行。我们再来说股价的下行。
或者我们称为股价的回档。那如果在1月30日出现回档，它的目标我们会看到就是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低是161，这是股价如果出现回档甚至下行的第一个目标。但是在到达这个目标之前呢，我们说会5日均线值会升上来。那在1月30日啊，我们测算5日均线值会在162到164之间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加一条水平线，在164，也就是股价的上行这个地方，我们加一条红线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实体长绿 K 线50%这个地方，也就是在170附近，我们再加一条水平线。那我们加这2条线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股价一旦出现回档啊，在170和164这2个点都会成为股价回档的强支撑。对，所以我们把这2条线标出来作为一个观察。对，那一旦出现回档，我们说它的我们刚刚提到目标是161，好，这是它的第一个目标。那如果日后股价跌破了161，那我们说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下方的138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再来调整一下水平线，我们把这条红颜色水平线删除，这是我们标记前一日在盘中要关注的点位。好的，那跌破161之后，接下来的第2个目标就是138，是这条水平线。我们把它变一下颜色。我们在前一期视频已经提到了，这个138为什么是它下行回档的目标呢？也就是138，也就是1月2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啊，它是这一波连续3个交易日上涨的齐涨 K 线的最低。所以一旦跌破了161，股价一定是要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跌破138。对，当然我们其实可以看到，对于1月30日来说，如果当然我们不认为1月30日啊会跌破161，对，只是我们不认为啊。那么日后如果跌破了这个点，在到达138之前，我们会看到50日均线值、10日均线值，包括我们会看到20日均线值都会提升上来，都将成为一个支撑。所以在从第一个目标到第2个目标之间啊，我们说在这个区域是有很强的支撑的。然后在这个支撑之上，我们还会看到这2个点也会成为支撑。所以就目前股价涨势的这样一个强势的上涨啊，我们会看到下方的支撑也都是非常强的。也就是说股价经历这样的一个上涨，一旦回档呢，我们认为会有大量的买盘跟进，而支撑这个股价不会继续下行。好，这是我们说股价下行的2个目标。我们再调整水平线，我们把124这个水平线删除，因为它离我们目前的股价是比较远的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总结一下，对于1月30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点。那对于1月30日啊，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就是上方180到182。如果我们给出一个点位呢，那我们可以关注182。对，如果在1月30日股价能够在前高180之上运行，那然后呢，或者我们就定义在180吧。
如果股价能够在180之上运行呢，我们说股价会继续上涨。对于1月30日来说，如果股价呢，在180之下运行呢，那我们要观察170，关注170，也就是看看170是否能够支撑住股价的回档。对，好，那对于30日盘中，我们关注180和170这2个点。当然，如果我们再补充说明一下，如果继续有深度的回档呢，那我们还要关注5日均线值164。对，好，那这是以上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来给出技术上的操作建议。对，那我们继续来回顾，我们是从1月17日开始给出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。在1月17日的最高是在收盘价是在131.7，我们说是当日是站上前高，也就是1月11日的这个横盘区域，然后抱有大的成交量，这是技术上的进场点。对，在131附近我们是建仓。对，然后呢，当时守停损我们建议的是守1月13日的最低115。好，那么股价没有到达115，然后呢，在1月23日收盘价143附近，我们说这是技术上的进场点，也是加仓的点位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在1月26日的收盘，也就是160、161这个地方，这也是一个加仓的一个进场点，或者加仓的一个位置。那我们在前一期视频说给出了在这个地方加仓呢，说连续建仓加仓，那守停利是守5日均线值，那如果是停损呢，是守138，守这个水平线。那好了，目前股价到了，对于1月27日到了177.9这个地方，我们认为依然这个地方是一个加仓的一个点位。对，那在这个地方继续加仓，我们说连续建仓，然后有3次加仓，那之后我们说如果停利，我们要守5日均线值，守160，我们可以守下限，守162。对的，那其实我们会看162就是这根 K 线的最低。好，我们说的是停利，如果是守停损我们说的是连续建仓加仓的守停损，可以守在150这个位置。当然，如果是长线持有，说我建仓之后一直持有，我想长线持有，那么可以守20日均线值。20均线值对于1月30日来说是在138。对，当然在接下来交易日，这个20日均线值会逐渐上升。对，所以我们说，如果是我们以这样连续的操作对不起，我想把它说清楚，我想再总结一下，如果连续是建仓加仓，然后在这个地方有加仓，在这个地方有加仓，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操作，那么守停利要守162，就是股价跌破5均就要出场。我们说的是收盘价跌破5均，不是在盘中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说如果股价一旦是跌破150，那我们叫做停损。对，那如果是长线持有，我们就守20日均线值。什么时候？我们说收盘价跌破20均值之后再出场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操作上的建议。那么我们还要给出一个
操作上的建议，就是说，如果在之前在这个地方没有建仓，也没有后续一直没有加仓，如果到这儿依然是空仓，说我们现在还能不能够进场？那我们在这里给出一个技术上的操作建议，我们说在这个地方依然是可以进场的，但是呢，在这个地方，也就是177.9这个收盘价进场呢，一定要计算好所要承担的损失，也就是在这个地方进场，守停损要守在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在161这个地方。如果能够承担这样的损失，我们说在177.9这个位置是可以进场做多的。那我们的建议可以用10%的仓位进场做多，然后呢守停损，守这根 K 线的最低。说股价日后一旦就是说上涨没有卖出，一旦跌破了这个点位，那即可也就是说止损出场。好，这是我们给出的目前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进场的操作建议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看1月30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我们说，目前的压力位呢，前高180是第一个压力位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还要给出一个压力位，就是在191，我们会取的是12月5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对，然后接下来第三个压力位就是200。那200之上呢，我们说每一个点位都是压力位。对，在这里呢，我们想说一下191。我们刚刚在分析的过程当中提到过，股价经历这样一个强势的上涨，又抱有大的成交量，会继续上攻，或者说至少会有新高的出现。所以191也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这个点，也就是股价到达191之后啊，在191到200之间这个区域，股价是很容易遇压而出现回档的，所以191也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位置。好，这是股价的压力位，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那首先到来的支撑，我们说是5日均线值，是在162到164之间。当然，我们可以合并这根 K 线最低161到164。然后接下来的支撑是10日均线值。对，10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从146。在这个位置一直到147，对，然后呢和这个缺口合并，我们说可以是从146一直到154，这是第二个支撑。然后第三个支撑呢，我们给出是这条趋势线和20日均线值，20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138附近。对，然后呢，趋势线和1月30日当日 K 线交点是在142，所以我们说从138一直到142，这是第三个支撑。好，这是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月3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继续出现一个强势的上涨，但是它是带有条件的。那当日必须是一个高开盘或者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79，然后最高上方会到达195。
收盘会收在193附近。对，那出现这样强势的上涨呢，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或者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79的。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强势的上涨。好，那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。如果出现横盘，它有可能是一个低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小幅的高开盘。对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到达177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最高上方会到达186，也就是会有一个冲高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79.5附近。对，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1月30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